亲爱的嘉义的同学，大家晚安。好，首先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是嘉义的5周年，对不对？这个新的场地的5周年，但是其实整个嘉义分会是几周年啊？来，有人知道吗？大概几年？来，嘉义分会至少14年。哦，好，来，来，我们给嘉义分会鼓掌一下哈。好，再来就是我们最近我们要把台南分会现在我们已经租了17年的场地，要把它买下来，那所以我们发动了100个守护天使，100个守护天使。那我们希望100个守护天使主要是以台南的学员为主，或是各位你曾经在台南求学啦，你曾经在台南失恋啦，你曾经在台南长大啦，或是你过去那个没缘的没有缘的。后来我才想到，我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真的是台南人真的是台南人那我们希望把台南现在我们租的场地买下来，所以我们希望来招募100个守护天使，每个人捐15万新台币。好，那许医师是第一位那目前我们已经剩下60位了。好，等于说现在已经有40位，40位。那这40位里面也包含了我们的高雄的主任赵恩，也包含了我们的营运长罗娜，那也包含了许医师的特别助理拼如，好，那也包含了我们现任台南的这个代理主任世美，好，那也包含了许医师的二姐许淑芬，那也包含了我们基金会的财务长，都是捐款人，好，那许医师想跟大家讲，就是说，当一个团体里面，当都是核心干部在捐款的时候，表示这个团体其实是很值得被信任的。好，因为这个团体所有最肮脏、最丑陋的部分，如果有非法的部分，有挪用公款的部分，应该内部的最核心的人都会知道。好像我们的财务长我们财务长是我们公认所有主任的公敌。因为要从财务长身上拿到钱是很困难的。等于说他把基金会的这个财务牢牢的守住。所以这个等于说是基金会最大的坏人就对了那连财务长本身都会捐款他是对基金会财务最了解的一个人，那表示我们基金会的财务是非常值得被信任的。来，大家鼓掌一下。好，那目前现在只剩下60位了，那会希望对台南分会希望付出一份心力的人可以来帮助这件事情让他来完成好所以我们来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你知道心灵能量也要大扫除吗？那刚好刚想起来了今天是12月8号12月8号是我们的国际赛斯日，来鼓掌一下。好，那为什么定12月8号是国际赛斯日那因为12月8号是赛斯第一次以赛斯的身份出现的那一天。好，赛斯以赛斯的身份第一次出现的那一天。因为赛斯最早其实是有跟鲁伯连结，但最早是有一个 Frank。Frank 是赛斯之前的一个转世的人格。
好，并不是赛斯本身。好，那最后在12月，应该是1963年的12月8号。好，1963年的12月8号，好，赛斯很正式的跟他们介绍，你可以称呼我为赛斯。好，但是很有趣哦，赛斯从来没有说他叫做赛斯，他没有说他叫做赛斯，他是说你可以称呼我为赛斯。对，就像许医师可能不是许医师，但是我会说你可以称呼我为许医师。好，因为赛斯讲过，他是没有名字的，他甚至是没有性别的。好，所以那天我们在讲性别的时候，好，那赛斯后来跟约瑟说，那为什么你们会认知我为一个男性的形象？好，那是因为对鲁伯而言，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高龄是女性的。好，因为女性会比较歇斯底里，比较情绪化。好，所以赛斯说，为了鲁伯心理上的接纳度，所以他以鲁伯可以接受的一个男性的形象出现。好，但是赛斯是没有性别的。好，大家知道赛斯在地球经历过无数次的轮回，好，当过无数处的男生，也当过无数处的女生。好，所以基本上他并不是一个单一性别。对，就像在座的每个同学一样。来，我先讲一个笑话。因为之前许医师每个月都会带一次癌症团疗。那癌症团疗一定会有一个现象，因为有些同学在做化疗嘛，然后头发就会掉光。好，然后他们就会戴假发，大概戴假发。那天许医师看到一个同学戴了一个帽子，然后旁边有长发，很自然哦，很自然哦。后来他跟我说，原来那是假发。许医师就对那顶帽子很感兴趣，我就说可以借我戴一下吗？许医师就戴着，其实我今天本来要带来的，等一下还没讲完，我本来要带来的，我就戴着那个假发上课，就一个帽子，然后旁边就是对，就头发我本来戴着那个假发。好，对，那天我就在借来戴，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戴着那个假发，然后同学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好，那这个同学就看我像很喜欢那个假发然后这是上个月，然后昨天礼拜三，这个礼拜三他就送我一顶全新的，好，一个帽子在假发，我就戴上去。我有机会一定要带给你们看，因为今天太热了，我本来想带来的，后来怕在高铁上让人家报警，不男不女的好，告诉大家，我第一个后来带下去是去，刚好那时候我丈母娘在楼下，我就跟我太太戴着那个假发，我就戴那个假发，我就跟我太太一起走向我丈母娘，她竟然认不出我是谁。那怎么一个？她吓一跳，怎么一个人这样走过来？她竟然认不出我是谁哦。好，后来我昨天带那个假发去找我妈，还有我妈那个应佣有没有？那个应佣第一眼看到，她说：“怎么太太跟另外一个女人进来？那个是谁？”她认不出来那个是我，认不出来那个是我。我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带给大家看。好，那我就带给我妈看，我妈就觉得很漂亮，很漂亮。对，那个假发，然后旁边是长发。好，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当女生真的还蛮麻烦，因为常常就拨一下那个头发，有没有？因为有时候会连到鼻子连到嘴巴。好，但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玩，就是
因为偶尔你在路上走哈，你就会看到，因为我们都是用男性的身份去看到别人的眼光，所以当你好像是一个女性的身份走在路上，让人家看着你，假设用一个看着女性的眼光看着你，那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哈。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可能哈，在座所有的男同学，这一辈子一定要体验一次打扮成女生，然后让周遭的人用看女生的眼光看着你，对，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我们看人是有眼光的，看人是有眼光的。你第一眼看到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个眼光是不一样的，那个眼神跟心态上也都完全不一样。好，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在座的男同学，你一定要体会看看。好，当有一天你被打扮成一个女的，当你周遭的人用看着女性的眼光来看你的时候，好，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趣。好，来，所以我们刚讲到国际赛斯日哈，来讲到心灵的大扫除哈，因为这个题目，尤其在每年的岁末年终的时候。好，最早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哈？因为早年在推广赛斯心法的时候，那我们华人到了岁末年终都开始要大扫除了嘛，对不对？好，那简单来讲，我知道各位你们很久都没有大扫除了，你们过年也不太大扫除了，对不对？没错嘛，一般来讲不太大扫除了哈。所以这种过年大扫除的我觉得这个观念或这个就是已经慢慢在式微了啦哈，慢慢在式微了。好，那我觉得对我们华人来讲最有趣的就是我们是先过这个新历的新年，就是跨年，然后再过农历的新年。好，那在过新历的新年之前，我们就会先过西方的耶诞节。好，其实西方的耶诞节就是他们的过年的概念啦。好，所以每次我们都会过3个大节日。好，一个就是耶诞节，好，再来就是那个跨年，再来就是农历的新年，农历的新年。好，那以前每年在这个阶段都是人内心最感触的时候。好，那个感触就是哇，一年又过了。好，那好像每年都会选出那一年的关键字嘛，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大家知道今年的关键字是什么吗？对，好，今年的关键字是缺。来，缺什么？缺水、缺电、缺蛋啊，就缺。好，去年的关键字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涨价，什么都涨价啦，房子涨价，什么都涨价啦。好，去年的关键字我记得是涨。好，今年的关键字是什么？缺。好，缺水、缺电、缺蛋，还有今年还缺什么？缺钱，对，因为涨了嘛，所以就缺嘛，就缺钱哈。所以现在好像我记得这个传统应该是从日本那边传过来的，好像日本每年都会票选一个关键字哈。好，那先讲今年的气候哈，已经都到12月8号了。我早上从台北穿羽绒衣下来，我到这里，我在刚刚下午工作坊，我还穿着内衣，穿着内衣上课，穿着 T 恤，实在是哇！我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常常台北都在开这个暖气，然后中南部在开冷气哈，然后今天还外面热得要命，还穿短袖。各位，12月8号了耶，有没有觉得气候异常？好，所以我们不要讲什么气候异常，每天在报纸报道。你看后面那个同学穿羽绒衣，那个打开，这个时代，你看，然后他的前面这个人穿一个短袖的那个，露出肩膀的举手。对啊，你看，露出他的蝙蝠袖哈。来，各位有没有觉得很错乱？
那个羽绒衣的进来了，来拿着椅子，你这出现啊，你干嘛躲在后面？来，你看有没有？你看，各位，你会不会觉得错乱？穿着羽绒衣，拿着椅子走进来，然后他的前面这个女人，穿着无袖的衣服，各位有没有错乱？真的，像我今天在台北捷运也是啊，有个年轻人就穿着 T 恤，然后另外旁边就穿个羽绒衣，这真的会疯掉啊！那到底是冷还是热？对，会错乱，会错乱。好，来12月8号了哈，那接下来不久就要耶诞节，要跨年，农历新年。来，那我们今天要慢慢给各位一个怀旧风哈，就是来今年过得怎么样？那接下来明年要从2023到哪里？2024。那再过来就要2025咯。那2025离我们讲的2075就只剩50年咯。来，各位有没有发现？好，来，如果我提醒各位的记忆哈，以前最早在千禧年的时候还记得吗？好，那时候大家在那边Y2K 嘛，想说会不会什么电脑什么跳不过去，什么世界末日有没有？然后那时候又有一部电影叫2012，还记得吗？就2012是玛雅日历讲的什么世界末日嘛，所以拍了一部世界末日的电影。对，然后来那时候2012好像是很遥远的未来，有没有？一下子现在已经到哪里了？2023了。然后记得2019来什么东西 ？COVID-19。对，从2019，我记得那时候2019是农历过年的时候。开始在武汉那个地方有没有开始传说有一个肺炎？对，然后开始从2019到2020、2021、2022，到现在，各位你看还是有人戴口罩，有没有？你在台北那个火车啊、捷运、高铁，还是很多人戴口罩。对，然后最近来那个许医师前几天我们北京有一个学员，他说他北京的小朋友都已经发烧过2轮了。他的小孩最近也在发烧，然后他那天跟我做视讯的时候，他当天也还在发烧，然后他说他带着他的小孩去挂北京的儿童医院，早上去挂拿到号码牌3000号，要看到晚上12点。对，早上去拿号码牌，拿到号码3000号，然后北京的医院人满为患。但是新闻都封锁了，所以北京现在多种病毒，还有听说那个什么梅将军有没有？那梅将军我跟大家讲过嘛，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小朋友、老人家、免疫功能低下的，在使用长期类固醇的艾滋病的患者才会得到这种疾病。梅将军感染，对，就是基本上梅将军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弱的一个病原体啦。然后感染之后，好像病程会严重的很快，也好的很快可是最严重的时候，跟传统的肺炎又不太一样。病人其实体力都还 OK， 甚至还可以走路所以他又叫别名又叫做会走路的肺炎。就是得到的时候不太严重病人都还是可以走路的。那如果治疗得当的话，大概在3天完全就康复了。甚至有些人免疫力好，根本不需要治疗，也就完全好起来了。但是现在整个北京就是不断的在流传这些东西。对，所以各位，我不知道刚刚徐医师这个讲了这些包括时代的趋势啦，或是也许你们有在玩股票的啦，或是 AI 啦，或两岸局势啦，有没有？从最早的俄乌战争，俄罗斯、乌克兰，对不对？本来以为不会打的，就打了。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以巴，有没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现在还在打。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这几年，这10-20年走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是麻木了还是见怪不怪了。来，我不知道各位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心情。好，所以也许今天来听听看同学你们的心情，好不好？我们今天感性一点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迎新布旧？这个除新这个除旧布新啦哈。那当然，徐医师这2、3年也经历了很大的人生上的一个冲击。好，那天我在跟我太太聊天，也提到，好像这2、3年来，徐医师也吸引跟创造很多的难关。好，那这些难关对徐医师现在回去看，好像我是借由这些外在的难关，好，怎么样？需要什么帮忙吗 ？OK， 好，好像我借由吸引这些外在的难关，其实是让自己好好的面对跟释放恐惧的能量。好像徐师借由吸引或创造这些所谓的外在事件，其实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功课跟考验。我怎么样好好的来面对我人生中的恐惧的功课？各位，我们一辈子要面对我们的恐惧呀。如果恐惧没有面对，怎么过关啊？没有过关，将来怎么从地球上毕业嘛？好，所以整个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功课，好不好？好，那我觉得每年在过。好，讲个笑话，徐师过完年大概也57岁了。好，以前我小时候对57这个数字会觉得，哇，这个不是阿伯阿妈啊，这个不是应该差不多也可以死了吗？57耶！我过完年虚岁57岁，我妈都90了。今年过完年我妈都90了，然后照着镜子，57了耶。那个对，娶新妇的时候是，我连儿子都还没有，还要娶新妇哈。我是应该娶媳妇儿是。对，你都当阿嬷了哈。来，徐医师，好，连外面都还没有偷生哈。看，57了耶，各位。等到有一天就会觉得好像也可以死了耶。我要讲我妈，那天我去我妈那边礼拜3，我就发现我妈变了，因为每次她都给我抱怨她为什么会体弱多病，为什么我都没有带她去看医生为什么没有去医这个医那个医这个，有没有？没有去开刀，没有去怎么样？以前就老是觉得她对生老病死是抗拒的，好像觉得自己要永远的活下去，不想接受死亡这件事。各位，好，我妈以前一直抗拒，然后一直抱怨，我都没有为她的医疗尽多大的心力。对，好，然后上礼拜3我去，我妈竟然交代我的那个她灵骨塔的那个位置放哪里然后那个单子放哪里有没有？跟我说，我跟你讲那个以后那个我的灵骨塔的那个单子就在那里。好不晓得我的灵骨塔跟你爸爸是不是在旁边，你知道吗？他在交代我，万一他哪一天怎么样，我要去哪里拿那个单子。各位，那这件事就让我觉得我妈妈的意识层面好像接受她可以离开了。好，同时我心里觉得终于呀，finally，终于每次我来，你不是在那边抱怨不是那边抱怨，就是你还想要活多久？你抱怨，你要怎么样去要活1000年还是怎么样？就因为每次去他就是在抱怨哪里不舒服。那之前我就一直想跟我妈讲一个观念，人早晚一定会死各位，人早晚一定会死，但是不是说你今天就要死。好，但我妈妈不接受。对，我就跟我妈讲，妈，我是你儿子，我是医生，但是我是你儿子，我是医生，不代表你不会生病啊。我是你儿子，我是医生，不代表你会长生不死啊。我说人早晚都要死，每个活着的人也早晚都要接受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来，各位是不是？
难道各位你我有一天不会走吗？会不会？一定会嘛，怎么不会？对啊，所以一个人活到80、90岁了，你一定要接受自己有一天一定是会离开的啊。好像等一下7点半结束，我就要去我阿姨家、小二姨家嘛。因为在上个礼拜，好像我那个小姨丈、小阿姨的先生82岁啊，就像平常一样去睡觉嘛。那前天晚上也是能跑能动啊，也没有什么慢性病，也没有住院啊。就听说第二天他女儿说：“爸爸怎么还没有起床？不是这时候早就应该要起床了吗？”结果进房间叫他，就已经就走啦。对，82岁人睡在床上，也没有慢性病，也没有什么，就在家里就走啦。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去跟我阿姨这至少要给她慰问一下嘛。是啊，来各位，所以说实话。来，有没有觉得人生看起来好像很长，但是说到最后，来，会不会说走就走？会啊！来，徐师最近在看赛斯的早期课，赛斯讲到所谓的灵体投射，灵体投射。后来赛斯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转世跟灵体投射。”其实本来就是同一件事，转世reincarnation 转世跟灵体投射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所以在赛斯心法的练习当中，赛斯就会跟鲁伯约瑟讲，他说：“你们在睡觉之前要给自己暗示。”暗示什么？暗示你在睡觉之后，你会从你们家的这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各位，这就是灵体投射。因为你在自己家里面，你至少还觉得比较心安，而且你很熟悉嘛。所以你在睡觉之前就要给自己暗示。我希望我今天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做什么？灵体投射灵体投射比较容易成功的，就是我要暗示我自己，比如说你要从家里的厨房走到客厅，或你要从你的房间走到书房，或是你要从你的房间走到另外一间房间。来，你要给自己暗示。因为赛斯说这个很容易成功，很容易成功。那如果你有了第一步成功的经验，你就要再暗示自己，走着走着，我要回头看。回头看什么？看躺在床上的肉身。回头看躺在床上的肉身。各位，这个回头很重要，因为以后你们都会有这个经验。来，什么经验？参加自己告别式的经验。来，各位，早晚有一天你们都会看到有一个人的照片挂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人躺在那里，然后走近一看，谁？自己。来，明白了吗？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要受到太大的惊吓，麻烦提早做练习。这样懂我的意思？麻烦提早做练习。你一定要感受什么叫灵体投射。对，然后到第3步，你就要开始感受灵体从肉体浮出来的这种感觉。因为灵体有点像半透明的感觉。感觉灵体从肉体这样子浮起来。所以来3步骤记起来了没有？睡前给自己暗示，第一个，我要从这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来，步骤1，阶段1，我从这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来，阶段2怎么样？
我要回头看我的躺在那里的肉体。好，你一定要有这个经验，因为有一天这个经验就会变成具体的经验。好，有一天当你真的往生，你在看到自己的肉体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平静，好，不会在那边靠腰啦。好，各位你就会比较平静，你就会知道自己怎么样，好，离开了。再来第3步骤，你要开始体验灵体脱离肉体的这个过程。好，简单来讲，你这3个步骤做到了，你们这一辈子就不用担心死亡了。来，明白了吗？你这3步骤做到了，你这一辈子就不用担心死亡了，因为你在死亡的时候发生的经验就是一模一样啊。那在死亡的时候，你就是灵体要离开肉体啊。在死亡的时候，你就是开始会在刚开始的阶段，你会在你熟悉的地方拉手啊，拉手知道吗？hand around 拉手啊，因为你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好，你就会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那个房间走到客厅。好，结果跟人家打招呼，人家都看不到你，也不理你。那再来，你就会去回头看到自己的什么肉身躺在那里。好，如果以这个例子来讲，各位，好，我们现在要从2023告别2023到2024，其实某部分也是同样的概念呢。好，学师讲过很多个赛斯心法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谁说死掉之后才能重新投胎？来，记不记得跟大家讲过，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各位，你以为投胎转世一定要人死掉才能重新投胎转世？错，你今天就可以。投胎转世，当然下辈子你可以换一个新的肉体，可是投胎转世不代表你一定这个肉体要结束才能重新投胎转世。来，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在世为人。来，有没有？比如说有些人人生大彻大悟，他重新在世为人，就他在活着的时候重新怎么样？转世，重新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来，各位，这是可以的。来，仔细听哦，许医师不是在比喻哦，我不是在象征，我是在说这可以实际发生。来，我先讲个例子来讲，1-2千年前人类平均寿命是30岁，现在台湾平均寿命是80岁，男女加在一起，男生大概80岁，女生大概85岁，男生大概78左右啦，78女生大概84、85，平均起来是80岁的。好，简单来讲，现代人的一辈子是以前人的什么？3辈子。好，就好像刚同学跟我开玩笑，学师过年57岁了，对，在以前这应该是要当阿公的时候了。阿公，你怎么骂哈？对，所以现在的人的一辈子是古人的3辈子。OK， 好，我常常对那个艾滋海默的人会开玩笑。好，艾滋海默就是一样都是喝孟婆汤，可是提早喝了。好，本来等于在另外一个世界要喝了，可是时间到了，好像等不及到另外一个世界就先偷喝了，就艾滋海默了，好，应该这样讲，就是意识他已经身体活超过他应该转世的时间，明白了吗？就身体本身活了超过他应该转世的时间的概念。好，你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解释艾兹海默。
它本来它也许是应该在往生之后发生的，好，但是身体已经活超过它这一世的时间的概念了哈。来，这是个比喻，我刚讲这是个比喻，但是我刚讲的可以在这一世当中重新转世，这不是比喻。来，各位，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以这个方向走。过了2023之后，你们是下一世。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对，你试着下这个决心。各位，你们试试看，告诉自己，过了2023年之后，我要迈向下一世。来，各位跟我念一遍，过了2023年，我要迈向下一世。好，我先跟各位讲哈，以赛斯心法来讲，的确每天晚上的睡觉就是一个小的死亡。所以某一个实际的方式，第二天醒过来的你，的确也不是一个原来旧的自己。如果说我们讲肉体死亡、火化或土葬，到下一世是一个轮回的周期，那么每天晚上的一个睡觉，各位其实也是一个死亡。每天晚上的睡眠其实也是一个死亡。这里我突然有一个想象，好不好睡跟好不好死的人有关联吗？但是我又怕各位你们今天回去又睡不着。想一下哦，好不好睡跟好不好死的人有没有关联？如果你要问，在我们家好像蛮准的，像我妈就不好睡，所以活到现在也，但是不见得谁活得比较久哦。像我妈就很不好睡，每天就在那边抱怨说她什么睡不着啦，睡过来又醒啦，然后入睡困难啦。所以你看我妈到现在就在那边要死不死要死不死的。那我爸就很好睡，好，就躺下去3分钟就他说我爸就很好死啊，79岁那一年坐下来就死啊。对啊，但是我不想各位，那你好不好睡？对，很好睡齁。好，那这是一个联想了齁。所以每天晚上的睡觉就是一个小的死亡。那你可以，因为我们常讲嘛，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的确每天早上起来是一个什么全新的开始，没错哈。那每一年的跨年是不是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好，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比喻来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把今年的跨年比喻成旧的你已经结束了，一个全新的你打算要诞生？好，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啦。那旧的你是什么样旧的你？全新的你，它又是什么全新的你？来，各位，我们就来开始问这个问题了。你想跟哪一个旧的你告别？比如说，举例来讲，好像我们学赛斯心法，比如说，你要不要跟一个体弱多病的自己告别啊？各位，就好像以前小孩子被蹬骨对不？要转骨，要蹬大人嘛。
好，青少年要变成年人的概念，青春期的概念，或是像女人什么生小孩、坐月子的概念，对不对？对，改变体质的概念。那我们要不要从今天开始给自己暗示，一直暗示到12月31，然后到明年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告诉自己，我将要脱胎换骨。各位，给自己暗示，我将要脱胎换骨。从2024年开始，我将是一个全新的肉体。给自己一个暗示，对，我将在2023的年底告别过去我觉得自己体弱多病的自己。那如果这样子，假设各位你有什么慢性病，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来，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来，各位，因为今天我们讲转世就是什么？重新开始。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转世，其实不只是意识，包含肉体，包含命运。好，当你是一个全新转世的自己，理论上来讲，你的确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健康啊。来，各位，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赛斯心法说，我们创造自己的实相啊。来，各位，为什么不可以？来，请问有没有一些人从小体弱多病，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好啦？这是有没有人多年的慢性病，后来就甚至痊愈啦？有没有？也有啊，也有啊。像我妈妈就是啊，我妈我也不太记得，好像很多年前，好像她有糖尿病之类的，可是她到现在她血糖偶尔会偏高，她已经没有在吃任何糖尿病的药啦。他到现在他没有在吃任何糖尿病的药啦，血糖偶尔偏高，120几，那对于老人家120几、130几，我觉得 OK 啊。对啊，我记得好像以前10几年前，印象中他好像有过糖尿病，现在就没有啦，就没有啦，连糖尿病的药也没有吃啊。好像高血压也是。当然，因为他后来得到更大的疾病嘛，洗肾嘛，所以可能那些慢性病也就不见了。OK， 好，回到刚讲，好，你们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暗示？明年我可以仿佛重新再投胎，那向宇宙祷告，给你一个全新的肉体。来，我现在不是比喻上的说哦，因为本来肉体就是由能量所形成的，物质宇宙以概念为架构建构而成。那这个东西并没有各位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首先你要先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来，今天下午工作坊的时候，许师有提到，过去从小到大我们有非常多扭曲的信念，各位记得吗？比如说第一个扭曲的信念就是我是不被爱的，我是没有得到支持的，我是不被了解的。来，各位，然后我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不够好。来，各位，这都是扭曲的信念。好，那徐医师下午工作坊也提到了，扭曲的信念就会在我们的遗传讯息 DNA 要转成 RNA 的过程当中产生扭曲。各位，因为 RNA 是要把 DNA 的讯息 copy 过来，就去氧核糖核酸变核糖核酸，那核糖核酸就要开始进行蛋白质的合成。那当你的这些扭曲的信念就会造成扭曲的 RNA， 那扭曲的 RNA 就会干嘛？就会开始制造对身体不好的蛋白质。来，明白了吗？所以扭曲的信念
来，什么叫扭曲？就是它跟我们内在的心灵，我们的内在的神性跟佛性，内在神性佛性的什么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冲突矛盾的这一些信念。我是不被爱的，我是没有受到支持的，我是不被了解的。各位，这些东西都是扭曲的信念。来，为什么我这样讲？但是各位，你可能会告诉我，其实那是我从小到大的经验啊。好，那我会告诉各位，你经验的不代表它是对的，它可能是你从小到大的经验。那学士也会告诉你，所有你经验的都是你的什么信念，明白了吗？它可能是你的经验，你可能可以告诉我，对啊，从小到大我都不被爱啊，我都没有被支持啊，我都不被了解啊，我都被指责批判啊，那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糟糕，不够好啊。各位，我不否认这是你的经验，我不否认这是你的体验，但你的经验跟体验不代表它是对的啊，不代表它是对的啊，它可能是扭曲的啊。因为从赛斯心法的宇宙法则来讲，各位，简单来讲，如果你不被爱，你根本就不会存在。如果宇宙不爱你，你连存在都不会存在。各位，那你说我很糟糕啊，我没有用啊，我是个烂人啊，我不够好啊。来，各位，来，局势再讲个宇宙的角度，如果宇宙觉得你是烂人，你不够好，宇宙根本就不会把你创造出来。他为什么要创造出一个烂东西？各位，你之所以很烂不够好，是因为你还在学习跟成长啊。各位明白了吗？你之所以很烂很糟糕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还在成长啊。你不能说一只毛毛虫很丑啊，毛毛虫本来就很丑啊，那万一它变蝴蝶呢？万一它变蝴蝶呢？来，懂我的意思？毛毛虫本来就丑嘛，那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毛毛虫会变蝴蝶啊，会变蝴蝶啊。来，所以各位，我们是不够好啊 ，so what？ 那就是我们的过程嘛，对不对？好，所以我刚讲，可能从小到大你体验到自己不够好，你体验到自己不被爱，体验到自己没有价值，体验到你不被支持。来，各位，来再跟我讲一遍，这都是扭曲的信念。来，扭曲是因为它跟生命的本质是违背的。那扭曲的信念会存在。那我刚跟各位讲，它就会扭曲 RNA， 扭曲 RNA， 它就会扭曲我们蛋白质的制造，你就会开始生病，开始生病，你自己的身体就会制造很多不好的蛋白质。来，各位明白吗？来，学士举个例子来讲，好像以前早些年有人痛风嘛，然后就说什么什么海鲜不能吃啦，什么尿酸什么东西不能吃啦，那什么东西不能吃啦？各位，搞了半天，你们知道所有的饮食最多影响到尿酸，影响多少？你知道吗？1而已啊。各位，好，比如说我们讲胆固醇，来，以前你都有个错误的知识。胆固醇高，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动脉粥状硬化，所以一天只能吃什么1个蛋，而且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各位，结果后来发现这个理论是大傻逼啊，大傻逼啊！因为搞了半天，人体大部分的胆固醇根本就不是吃进来的，是肝脏自己制造的啊。你在饮食再怎么控制，你吃3颗蛋1颗蛋根本没差啊。各位听懂了没有？所以你还以为你那些健康知识都是对的哦？各位，这大傻逼一个啊！搞了半天你以为的食物什么影响到胆固醇，影响到痛风，根本就不是食物影响的，是什么？你自己的内在啦，明白了没有？是你自己内在蛋白质的合成出了问题。那蛋白质合成出了问题，以赛斯心法来讲，它就是什么？
扭曲的信念。来说一遍。那扭曲的信念不代表你不会认为它是真的哦，不代表你不会体验到哦，你会哦。我不否认你可能从小到大体验到你不被爱啊，因为爸爸妈妈把钱都给哥哥跟弟弟。那各位也有爸爸妈妈把钱都给妹妹的啊，哥哥一毛都没有的也有啊。像徐师后来有个案，他说徐师每次你都说重男轻女，我们家都重女轻男。爸爸妈妈都把遗产都给妹妹，哥哥跟弟弟都没有，因为爸爸妈妈说男生自己赚啊，男生要穷养啊，女儿要富养啊。各位，是啊，真的有这种家庭啊，真的有这个家庭啊。是啊，来先讲个笑话。那时候我那个岳父要离开的时候，也是分给他儿子跟女儿嘛。那女儿比较不会赚钱，因为那时候女儿还没有跟我结婚，他就分女儿比较多，儿子比较少。对啊，他是比较疼女儿的啊，因为女儿比较不会赚钱，所以他们家是比较他爸爸是比较疼女儿的。是啊，所以回到刚讲，我们有非常多的扭曲的信念，但扭曲的信念不代表你不会体验到。我刚讲了，扭曲的信念不代表你不认为它是真的。那徐师之所以说它是扭曲的意思是说，它跟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本质，跟我们的 DNA 是冲突的，跟我们内在的神性跟佛性是什么冲突的。来，这就是我们今年要除旧布新的概念。来，我不管从2023年之前怎么说，来，知道2023年地球其实很多变化啊。来，我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之前电动车只是个概念嘛，现在全世界电动车到处跑啦，来，是不是？对啊，像我上个月去大陆也是啊，各位，它路上几乎都是电动车啊。因为像深圳它那个燃油车请不到牌，就是你买一辆宾士的汽油车那个牌照要等1年。各位，你买的车要干嘛？你买一辆宾士的汽油车车子可以立刻买得到，但是牌照要等1年。那如果你买电动车呢？比亚迪的电动车今天买明天就有牌照了。他就是用这种政策啊，所以现在满路都是什么？比亚迪啊，都电动车啊。是啊，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在变化？然后就是什么 AI 嘛，什么人工智慧嘛，对不对？这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是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管你们看到的什么晶片有没有？包括晶片，我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未来最大的变化是人类心灵的觉醒。徐师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件事，这个世界未来最大的变化是人类心灵的觉醒。来，鼓掌一下。来，在座所有的同学，要你们鼓掌是要你们肯定你们自己，肯定你们自己。因为你要知道，当人类发展的科技物质文明到一个顶点，各位，他就会开始寻求心灵了。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这个财富理论，他说人在最快乐的时候都是从第一桶金到财富有3000万的时候，那个会刚刚怎么样？爽到不行，你知道人最开心最兴奋的时候都是从你一无所有到你累积财富到3000万。各位，等你超过3000万的，你会开始怎么样？没有感觉。来，我这里还是要再强调一个例子。那当然徐师现在有开车嘛，
好，我再怎么样，你问我徐师，你对你的车子哪一辆最有记忆？我一定会告诉你，我这一辈子自己用自己的钱买的第一辆车，绿色 CRV。各位现在去赛斯村还看得到，那后来我捐给赛斯村了，好，捐给赛斯村了。对，是啊，绿色的 CRV，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用我自己上班的薪水买的第一辆车。我记得当时我还会帮他洗车打蜡。各位，再后来徐师到现在换了好多辆车，都怎么样？没有感觉。各位，我连摸都没有摸过，不要说什么洗车打蜡，再也没有。那我知道你们知道徐师在说什么吗？因为当你从一个学生没有车，或甚至是骑摩托车，到你有第一辆车，那个是什么？哇，塞车呢？哇第一辆车到第二辆车，就换车就牌子不一样，轮子也是4个难道多一个吗？就是车嘛，懂我意思吗？顶多贵一点，高级一点吧，就是车嘛。来，各位，说实话，没有感觉了。来，知道我在比喻什么吗？财富也是一样。来，各位，来，我这样讲，你们这辈子可能永远忘不了你们买的第一栋房子的时候。好，如果你很有钱，很会理财，你可能第2栋会有感觉。各位，像学校有个个案，到了第3栋、第4栋、第5栋，他告诉我他没有感觉了，他已经忘记他有几栋了，就是多一栋而已嘛。来，我告诉各位，简单来讲，物质这个东西很好玩，到后来你的银行存款顶多就多一个零而已，顶多多2个零。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没有感觉。对你而言，那就是银行的数字。来，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对你而言，那就是银行的数字。我们现在好，为什么物质享受越来越多？各位，来，大家怎么样？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了。因为当人类的自我意识跟人类的这个意识追求物质到某个程度，他会怎么样？觉得疲倦了，够了。来，我讲句实话，你一天最多就24小时，你嘴巴就一个嘴巴你要吃多少东西？来，各位明白吗？好，比如说像我们中午是因为5周年嘛，大家办一个 buffet， 各位，这么多东西我也就一个胃我能吃多少？来，是吧？所以各位，当后来你有钱到我刚讲超过3000万了，对不起，你再多一个数字，也就是多一个数字。所以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什么一个统计，人到财富0到3000万的时候，他的快乐是这样子，直线上升。可是到了超过3000万，他越来越平缓，甚至有些人开始怎么样？往下掉。他开始觉得也就这样子了，我不会因为财富越多而越快乐了。来，各位，就是我不可能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什么物质跟财富上了。来，明白了哈这句话。来，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来，假设我们的美凤同学以前美得不得了，她美到80岁还美得不得了吗？来，知道我的比喻？对啊，来各位，那你要把你的自信心寄托外貌，寄托到几岁？来，知道我的比喻哈？对啊，你要把你的自信心寄托到外貌，寄托到几岁？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来开个玩笑，难道许是100岁还这个样子吗？不可能嘛，不可能的啊！好，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快乐也好，我们的刚讲喜悦也好，你到某个程度，你不可能再借由外在的物质来满足自己了。来，所以人类的心灵开始产生什么变化？当我的心灵知道我在物质实相、物质的丰盛带给我一定程度的快乐，物质的丰盛带给我一定的生存的保障到某个程度了，各位再多没有感觉。对啊，就像也是我太太问我，你有好几件那个衣服怎么都不拿出来穿？我说因为你都放在后排呀。各位听懂这个比喻哈？因为你都放在后排呀，那什么意思？我前排的都穿不完了，我怎么会去翻后排？各位，我前排的衣服我都穿不完了，我怎么会去穿到后排的衣服？所以说实话，好像之前到国外、到法国、到哪里去买那些很高级的大衣，有没有？各位，有些衣服我根本到现在还穿不到1、2次啊！我根本还穿不到1、2次啊！各位，我哪有那么多身体可以穿？除非像以前什么送7粒、送8粒，有没有？我好几个身体，我衣服才够穿啊！各位，我穿不了那么多啊！所以，当你丰盛到某个程度，你已经觉得没有感觉了。各位明白吗？所以有一些我的衣服，我连穿都没有穿过啊，连穿都没有穿过。好，甚至徐师还有个个案跟我说：“徐师，你们基金会接不接受捐衣服啊，或捐那个什么鞋子或名牌包？”我说有，你反正你可以捐的，我们都会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喜欢买东西，他一空虚就买东西，然后同一个款式的衣服，他就买10种颜色。各位，然后我说你买来干嘛？他说没有，我就只是想买而已。他就是为了买而已啊，买到他也没有用啊，也没有穿啊。他说他的乐趣就是在下单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东西家里堆得满坑满谷，有时候他开始藏，租个仓库藏起来，怕被先生看到。真的，租个仓库藏起来，怕被先生看到。我说这样不行，来徐师开药给你吃。我就开那个百忧解给他吃了，因为他有点强迫症的概念啦，就强迫购物啦，我就开了药给他吃。是啊，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他东西买到后来对他而言没有感觉了，他就是为了满足那个想买东西的渴望。对，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刚许师提到了，你要不要在2023年年底跟过去的人生告别？来，我延续我们下午的工作坊的主题，告别什么？告别过去，也许你有很多负向情绪的自己，愤怒也好，沮丧也好，孤单寂寞也好，空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过得不开心。那在冬天的晚上，觉得孤单，觉得寂寞，觉得冷，你要不要跟这样的一个自己告别？甚至回到另外一个比喻，假设你一直为钱烦恼，很匮乏，那徐师也希望你跟匮乏的自己告别，而迎向一个什么丰盛的自己。你开始告诉自己，因为徐师最近一直在上一堂课，所有你体验的都是你的信念，所有你的信念都会变成你的体验。来，这2句话你一定要记得。所有我从出生到死亡，我所体验的都是我的什么信念？那因为你的信念跟我的信念不一样，所以你的体验跟我的体验不一样。对，是啊。好像今天我坐高铁从台北过来，好不好？到哪里？好像到
新竹还是桃园，就上了一票人，哇，他讲话很大声，然后就在电话那边讲啊，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多好吃啊，你吃了没有啊？这个我下次订给你吃，就一路在那边喧哗就对了啦。然后来到了嘉义，然后我就在那边说啊，是有多好吃啊，我都没有吃到这样，我就隔空跟他们回话啊，是有多好吃啦，啊，我也没有吃到啊，你他在电话跟人家这样子，就是有些人就很没有礼貌，你知道，在高铁上就是讲电话，你跟对方听得到就好，不用全车子的人都知道这东西多好吃。你在那里讲多好吃，我又没有吃到，这个很不礼貌啊。那他旁边人就在撞他，旁边有人说多好吃，然后在前面3、4排的位置左右。对啊，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好笑，但是我就忍不住。所以有时候人家在讲电话很大声，我们会跟着，哎，你家里是没有人是怎么样或怎么样啊？没有人就叫按电铃啊，我们就旁边就会搭腔嘛，哈，好来，好，就让他知道你们讲电话，你们2个人听得到就好啦，你不需要让整个车厢都听到嘛，哈。好来，许世康讲，所有你这一辈子体验的，从出生到现在你所体验的。都是你的信念。来，我这样讲，这个信念，第一个包含前世的信念。各位，你不要以为前世是前世哦，我告诉各位，前世是今生哦，今生也是前世哦。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哈。来，刚刚徐师不是教大家做一个练习吗？第一个，灵体投射到另外的房间去；第二个，灵体投射回来看你的肉体。来，再次说。当你慢慢做这些练习，你的心灵能力会打开，到有一天你就会突然记起你的前世。来，各位跟我念一遍，突然记起我的前世。来，念一遍，来，我解释给各位听哈。因为刚刚灵体投射，我刚刚不是讲吗？你的肉体躺在那里，你人投射出来。各位，其实就是上一辈子的你往生，肉体躺在那里，他死掉了，投射到哪里？投射到这一世的你，懂了没有？当你回过头去看到你躺在床上的肉体，同样的，在心理上，你就会回过头去想起，原来你上一辈子是谁？原来你是上一辈子死掉的自己投射到这一辈子。来，知道徐师在说什么吗？所以赛斯心法学着学着，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各位，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会是在冬季。现在刚好是冬季嘛，12月冬天。各位，有一天突然叮一下，来，我刚刚讲了，就好像灵体投射，你从躺在床上的肉体，那个肉体是不是在睡觉？某部分它也在死亡。然后你把自己投射出来，就好像上一辈子的你在经历了自己的肉体的结束之后，把他自己投射到哪里？投射到这一世。所以当你再回头看，你就会记起你的前世。来，懂了没有？就好像你的灵体投射回去看你的肉体一样，你记起来了，原来你是在灵体投射当中。所以灵体投射跟转世是同一件事。灵体投射跟转世是同一件事。来，各位，什么时候会发生？我跟各位讲，不知道，但是你们就是持续的学赛斯心法，持续的做练习，好，或是听有声书，或做冥想。有一天你就会突然，来，我再讲一遍，哪一天我不知道。
但是它会发生。那你就会发现，原来灵魂是永生的，原来你是上一辈子的你投射到了这一辈子的肉身。那当然有一天当你这一世结束的时候，假设好，你还没有结束在地球的轮回，你会再投射到下一个什么肉身。而当你结束在地球的轮回了，就不会了，就不会了。好，那我也跟各位讲过，结束在地球的轮回有两种，一种是从三界解脱，将来就不再使用肉体了；一种是到其他的物质实相，好，不在地球，到其他的物质实相再继续学习。好，有这两种情况。OK，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2023，各位，所以请问到了2023，你们想结束什么样过去你不喜欢的生命经验？我刚讲匮乏，我刚讲体弱多病，我刚讲你不喜欢的自己，不喜欢的人生。各位，在2023的我们刚刚讲的大扫除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讲真正的大扫除，是把所有的限制性信念，所有的框架的，所有你认出来的这些扭曲的信念，把它怎么样铲除掉，把它铲除掉，然后重新建立你的下一世。你的下一世，你希望你过着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人生？来，各位，现代人真的很好玩哦。现代人真的很好玩。第一个，我刚讲，好，平均的寿命拉长了。第二个，现在人的人生不再像过去被框架的很厉害。来，我再举一个，好，我刚下午也举这个例子。来，我们屏东有一个学员叫方美珍，他最后一份工作是绿岛监狱的会计主任，后来是屏东监狱的会计主任。他后来届龄65岁退休，他在64岁的时候去考一个研究所，考上一个研究所，好，结果先休学1年。好，因为65岁届龄退休，他就去念研究所。他念了3年的心理研究所，写论文1年，准备考试1年，在今年69岁考上国家心理师，然后今年找到心理师的一份正式的工作。好，69岁是他的10岁了，虚岁70岁了，他今年70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他现在的行业是心理师。各位，请问他是为了钱吗？好，他是很高阶的公务人员哦，很高阶的公务人员。他的退休俸我不知道，一个月至少可能7、8万有吧，我不知道。方伟珍有没有7、8万？对。好，可能一个月退休俸7、8万，他不缺钱。各位，来，徐师开个玩笑，你们要把你这一辈子的烂人生继续过下去吗？还是你一辈子可以当3辈子活？来，懂我在说什么了吗？你要把你过去到现在的烂人生再过下去吗？还是你打算像今天的主题，重新再活？来，我们的方美珍同学，好，他一辈子都是公务人员，后来接触赛斯心法，在今年69岁，他正式应征上一个心理师的工作，好像这个月开始上班。他几岁？70岁。70岁。各位，你们真的要这样子继续把这一辈子打混摸鱼，
来，你真的过得很好，我没有意见哦，听懂我的意思哈？你真的过得很快乐很好，我没有意见哦，你就继续这样过下去。那各位，我现在问你，你过得快乐吗？你过得好不好？来，你过得快乐吗？你过得好不好？如果你没有过得很快乐，过得没有很好，你要不要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好，比如说像这个同学，艾兹海默嘛，来，你可以把艾兹海默定义成你在经历死亡啊。来经历死亡之后，你可不可以再经历重新投胎？可以啊，只是那个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你可以重新呼唤一个新的自己。来，各位明白我的比喻吗？你现在认为的自己只是从你的心灵来的某一个自己。假设我说灵魂可以产生无限个人格，每个人格可以重新再投胎，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是这个旧的人格呢？为什么你不能是新的自己呢？来，行不行？行，但是各位，你得要下定决心啊，你得要下定决心，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啊。来，我再举个有趣的例子。好，我上个月到深圳去，有个学员带着他的儿子从北京，好，他后来搬到昆明去，从昆明坐飞机到深圳来看我。这个人很有趣，这个人大概是好像是13、14年前，许医师在北京跟我哥哥建了师办过一个座谈会。这个人是当时的主办人之一，因为他是我哥哥的信徒，他是我哥哥的信徒跟学生。那当年好像13、14年前在北京办过一次我跟我哥哥在北京的座谈会。对，好，他现在为什么来找我？因为第一个，他的孩子出问题了，拒学、亚斯伯格、暴力行为。因为他过去所学的宗教那一套是用什么？压抑，不准孩子发脾气，不准孩子去跟别人起冲突，不准孩子生气。各位，孩子被压抑到产生暴力行为，产生亚斯伯格，孩子变分裂了，同时告诉自己不能生气，同时每天在生气。各位懂我意思分裂了，精神这个分裂了，同时他觉得我不应该发脾气，同时他脾气怎么压都压不住，因为妈妈用压抑的方式。有一次跟同学起冲突，他竟然去同学家理论，后来竟然到同学家里面的厨房拿菜刀，把他同学家的那个门砍破了，然后被带到警察局去。他才知道原来他过去所学的东西都是扭曲的，都是错的。孩子要被同理，要被接纳，而不是回来先骂孩子。你怎么可以生气？你怎么可以骂老师？你怎么可以跟同学打架？他才发现孩子应该要先被接纳，被同理。各位懂我的意思吗？而不是先被指责。他才发现原来他过去所学的都是错的。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以后孩子回来跟你说他被谁欺负，你就跟孩子说谁欺负你，妈妈拿刀去把他砍了。孩子就会说妈妈不要了，他没那么坏。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以前他就说一定是你的错，一定是你不好，你怎么可以拿刀去砍人？听懂了没有？那孩子越讲就什么？懂我意思你看就先骂孩子，一定是你跟人家起冲突，一定是你先动手，一定是你不乖。各位，孩子同时被骂，同时一直愤怒，一直往里面压。后来我跟他讲，以后孩子被欺负，你就跟孩子说，走，妈妈跟你去怼那个人。各位，孩子就越来越稳定了，因为他得到妈妈的什么？同理。他得到妈妈的同理。是啊，来，这个孩子的
妥瑞氏症是什么症状？你知道吗？一直打自己，打到流鼻血，一直打自己。为什么？啊，你们说我不对呀，啊，你们说我不好啊，所以我就打自己啊。你过去如果没有用这种高压的方式一直制约他，他会打自己吗？各位不会啊，还是打自己，打到流鼻血啊，还继续打啊，他控制不了啊，他控制不了啊，反正都是我的错嘛，你把我生下来干什么？让我去死就好啦。各位，因为他没有现在情绪跟感受上接纳孩子啊，都是用否定跟压抑的啊。来，明白了吗？后来我就跟妈妈说，你不能这样子。好，孩子还有另外一个症状，咬手机，拿来牙齿就咬，完了手机的屏幕都咬碎了。对啊，他在宣泄他的什么？愤怒啊。对，他在宣泄他的愤怒啊。好，当然我没有跟个案说你再也不要去跟健鸟师学那些鸟东西了。好，但是我是跟他讲，你好好的去接纳孩子的情绪，你不要指责孩子的，都是先用接纳同理。各位，先用接纳跟同理，就像我刚刚那个例子，来，谁欺负你的跟妈妈说，你是在学校受什么委屈，你有什么难过跟妈妈说。好，真的对方不对，我陪你去跟他们理论。对，先同理孩子的情绪，先让孩子觉得他被支持、被接纳。来，各位，来，我问你们，当一个人被接纳、被支持、被同理了，当一个人快乐了，请问他会去砍人吗？你有看到一个人很快，哇，我快乐，哇，快乐，我要去杀人，神经病啊！听懂了没有？一个人为什么会去杀人，会去打人？压抑啊，愤怒啊，不被了解啊，想要毁灭啊。没有，反正我怎么样都是错的嘛，反正你怎么样都不会同理我嘛。对，好，所以我们的亲子关系也是啊，一定是先同理孩子的感受啊。各位，来，徐师讲的很简单，你去同理他的感受，最后你讲的道理他才会听啊。你连我的感受你都不同理我，你讲的道理我会听吗？所以跟青少年讲话其实很简单，你去了解他的感觉，你去让这个青少年觉得他被你了解。各位，你若有了解到我，你讲的话我就想要听啦。父母跟孩子也是一样啊，如果父母可以同理孩子，了解孩子的感受，来，父母说的话孩子听不听？听啊。来，什么时候开始你讲的话你的孩子不听了？你们回答我。什么时候老师讲的话孩子不听了？来，什么时候父母讲的话孩子不听？什么时候老师讲的话孩子不听了？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感觉啊。对，你根本就在否定我啊。你连我的感受你都不了解、不同理，你讲那些狗屁道理，你觉得我会听吗？听不进去的啦。来，明白了没有？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开始学赛斯心法？来，你觉得徐师在讲道理吗？我几乎没有讲道理啊。那为什么现在全世界这么多人在学赛斯心法？为什么？因为他打中你的感觉啊，他贴近你内心的感受啊，他有效啊。各位，所以赛斯心法是先从了解我们的感受啊。所以那个孩子到现在，状况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因为我在去深圳的时候，我跟那个孩子谈，我说我不会跟你讲道理，我只想知道你的感觉，我只想了解你的感觉，不要再压抑了。好，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哈。来，2023到2024，你们怎么样去回顾过去？所有过去的委屈、过去的辛酸、过去的不顺利，各位，你今天的实相、今天的体验，都源自于过去的信念。过去的信念就是你今天的实相，过去的信念就是你今天的体验。那你今天你要告别过去的什么？刚讲病痛、匮乏、抑郁、不开心。你想告别过去的什么？那你就要告别过去的这些扭曲的信念。来，各位跟我念一遍：告别过去扭曲的信念，重新建立一个跟你的 DNA、跟你的心灵 match
的信念。那因为你今天重新建立的信念，就会是你明天的体验。对，好，徐师最近不是在超慢跑吗？好，我在超慢跑的时候就是在除旧布新的，我是健康的。好，告别2023、2024，好，我要体验健康。好，然后我要体验什么？丰盛。我要体验巨大的丰盛。我要体验什么？喜悦。我要体验什么？我是受到宇宙恩宠的。我要体验，我是受到宇宙恩宠的。我是要体验巨大的丰盛、成功。我要体验喜悦。我要体验什么？健康跟活力。我要相信我是被爱的，我是受支持的。来，把这个信念建立起来，好不好？好，那平常一样，你们的赛斯心法的学习，好，能够看赛斯书就直接看赛斯书，赛斯书比较无法理解的，一样听有声书，听冥想，好不好？好，然后建立信念，因为你今天建立的信念就是明天的体验。好，所以来欢迎各位在2023顺利往生，进入2024重新做人。好，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实相，重新再投胎，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